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们又来吃瓜啦。但是这个话题呢，依旧还是讲代打。我知道大家已经听代打的事情听到很厌烦了。哎呀，一元，你最近的影片一直讲代打，我不感兴趣，我不在乎。但是今天的瓜，我觉得有必要看一下，因为我很少看到大佬本人自己出面去 diss 其他的主播、其他的玩家，讲他们有问题。因为我自己本人接触的大佬也是挺多的，很少会这样子去 diss 人家的，多数可能就是讲一些场面话，讲的比较委婉一点，不像他这样是直接直来直往。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天的影片会很精彩，而且主角不再是俄罗斯父子了，而是另外一个新晋的大佬 Velociraptor。那在我开始讲今天的故事之前呢，我觉得有必要去介绍一下这个大佬啦。这个 Velociraptor 到底是谁来的？因为有一些玩家可能不太认识他，他是目前整个伺服器包括国服、国际服击杀最高的玩家。当然听到这里有一些玩家就会好奇说，哎呀，他是不是继承之前谁的账号啊，所以击杀才这么高？那确实他是继承之前一些击杀比较高的大佬。这个账号之前的主人呢，就是 Fluffy Pony 啦。如果你是长时间有玩万国觉醒的玩家，应该都知道这位大佬，他这个账号卖掉之后，就由这个 Velociraptor 去继承了他这个账号。但是你们不要以为说，哦，他只是花钱而已，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维护到这个账号，可能没有办法干出一番事业，或者是伟大的壮举之类的。然而，他创下了现在最高纪录，一个赛季里面击杀412亿的击杀，是超越了之前纪录保持者 Hyden 的击杀纪录。到目前为止，依旧还是纪录保持者。那据说有很大可能这个赛季他可能会再打破另外一个更高纪录，毕竟现在又是一个先锋王国的大 KVK 嘛，有可能打破也说不定的。那当然玩家就会好奇说，这位玩家他究竟是来自哪一个国家，他的身份是什么之类的。那他本人其实有来过我的影片中留言啊，他就说他是来自哥伦比亚的，他是哥伦比亚人，但是目前居住在美国，也就是说他主要的语言可能是说西班牙语。OK， 在我们了解了他的故事，他本人的一些背景之后，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据我自己本人了解的起因是来自他的频道，他有发布了一个影片，一首歌是专门去 diss 一些主播还有一些玩家，讲他们很虚伪。那我个人去听过了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听起来还蛮朗朗上口的，就是你在不知道歌词的情况下，其实听起来那个旋律是不错的。如果有兴趣的玩家，你们可以直接来搜索他的频道，当然我也会把他的频道放在留言区，还有影片的详情，你们可以去点击他的影片或者是他的频道去观看。至于他这首歌里面讲了什么东西呢，同时间我这里也是会稍微的讲一下。它里面的重点除了是在讲他的王国很强大，然后讲他的王国如何去击溃了一些英语系的科长还有联盟，如何成为顶端第1名的玩家之外，还有痛批英语系的玩家双标虚伪，就说英语系的玩家从游戏开服的第一天起就带头破坏了规则，他们私底下使用大量的 VPN 或者是很多的小号，不停的去采集，使用外挂脚本，甚至付费去请人代打。他们对外在 Reddit 还有 Discord 的论坛上满口仁义道德，宣称要公平竞争，就是公平的去玩游戏。但是当西语系玩家，他这里所说的西语系玩家应该是讲他自己本人啦，用同样的手段和策略爬到全伺服器顶端的时候，英语系玩家的玻璃心就碎掉了，在公开聊天室大喊不公平，就像小孩子一样哭闹。就说英语系的大科场虽然是把商城里面所有的礼包全部都买光了，却依旧还是打不赢，因为 Velociraptor 的大脑在战术上永远比他们快了10步。在实际战场上，他的联盟展现了极高的战术素养，把英语系的联盟打得溃不成军。当对手还在聊天室长篇大论的写文章找借口，疯狂的溃败， Velociraptor 已经在战场上疯狂的推进，插旗帜并且摧毁他们的要塞。后面他还有透露说，英语系的玩家因为打不赢的关系，所以曾经去跟莉莉丝那边疯狂的
的举报 Velociraptor 拍了无数张的截图交给客服，试图让官方去封锁他的账号。怪不得他要拍这个影片讲这个事情了。但是这首歌很嚣张，他就无情的嘲笑对手，你们连我一根毛都碰不到。官方系统根本无法制裁他，因为他的账号依旧完好无损的在顶端闪耀。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外国主播啦，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有包括 Omiarch， 他放在 C 位因为 Omiarch 他是对于这次代打事件反对最大的人他还有专门做影片讲这件事情，他是完全的反对了。然后这边还有看到一些其他的主播还有玩家啦，后面他还是有放一些主播的头像。那我以为他只是发布了一个歌曲去呛这些主播或者是玩家而已之外呢，没有想到他还有去做了一个访谈。那么刚好这个主播呢，他自己本人就是哥伦比亚人，也是有做万国觉醒的内容啦，刚好又跟他可能是认识还是怎样啊，所以就跟他做过采访。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在4个月之前呢，其实他已经有跟他做过采访了。虽然他这个影片是有英文字幕，但是其实有一些字幕并不是很标准，可能他是用 AI 翻译的。但我们今天影片的重点呢，并不是要讲这个影片啊。如果有兴趣的观众，你们可以直接来他的频道去看他这个影片。我要讲的事情呢，是讲他这一次采访里面所讲到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于这一件事。他为什么要拍这首歌啊？讲这个英语系的玩家多么虚伪之类的。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来这个主播看原本的影片啊，也可以顺便听一下这个 Velociraptor 他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的。或者可能我有一些翻译错误，你们也不知道，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影片。那我们先说一下原因，为什么英语系的内容创作者会对他有这么大的敌意还有仇恨。他的回答是，英语系的社群看到有一个 C 语系的玩家杀进了他们的顶级圈子，而感到痛苦与嫉妒。在上一次 KVK 中 Velociraptor 抢走了全伺服器第一的宝座，而这一次 KVK 他本来也是想要保持第一的。直到前一天，因为双方停战了3天，原本他领先对手150万的击杀积分，后来才被对方给追上。他这里所讲的就是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 KVK， 如果你们去点开这里的排行榜来看的话，可以看到 Hidem 的分数跟他是非常接近的，就是高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因为3308跟2489打 KVK 啊，然后2359是跟1093啊，可能1093那边呢还没有停火，还在继续跟他们打，所以就变成 Hidem 的分数会稍微高一点，他就反而降低了一点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敌人要不要出来跟你打架嘛。那他这边就有说到 Hidem 就是用随机牵程的方式去刷分数，就是让别人去撞他的城市之类的，可能就是 Hidem 把自己的城市放在自己领土上面，但是他切换联盟啊，其实用这种方式赚到的击杀还蛮快的，因为有一些玩家真的会不小心点到别人的城市。但是 Velociraptor 他就讲他这样子做只是徒劳，因为到了 Kingsland 的时候，他会再次的把对方狠狠的踩在脚下，就像上一次的 KVK 这样子无情的超越了他的分数。同时间他这里还有说到代打的事情，还有双标。英语系的玩家集体写信给莉莉丝，要求封掉 Velociraptor 的账号，举报他花钱请代打、非法买资源等等。但是他自己本人就有解释说，讲莉莉丝不可能会找到任何违规，因为他的代打就是直接住在他家，用他自己个人的电脑还有设备进行操作的。2个人是轮流共同操作一个账号，属于完全合法的本地登录，官方不可能会抓到异常。这个就是之前我影片有讲到的，之前讨论区有人就放出了这个截图，那 Velociraptor 他就有讲到他的代打就是住在他的豪宅里面，所以如果他这个采访所讲的东西是真的话，他们用同样设备其实是真的不会触发到警告，并不会觉得说他是有用另外一个设备去登录非常用设备之类的。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你们不要小看大佬的实力，他是真的可以去养一个代打，直接跟他住在一起。因为之前还有看到一些玩家说什么要不然大佬就直接把自己的电脑送过去之类的，他不是，他是直接把代打请来他的家但是他反而去痛批那些英语系的大佬很双标啊，那些带头指责他的英国或者是美国人，自己每个人背后都有4到6个代打，甚至是更多。但因为他们是英语系的，以前的社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轮到西语系的大佬用同样的策略，他们就受不了了。但是我觉得这边应该不是讲只包含英语系之类的虽然他口头上这样讲啦，但是其实万国觉醒有很多不同国家的玩家，他可能会误会他们是
是英语系的玩家，是因为他们的代打用英文的关系，或者是他们比较常用英文去跟人家沟通，所以他可能是觉得说对方就是英文系的。同时间这个主播也是有同意说，表示那些英语系的大佬啊，比方说像海登他们找代打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出来抗议或者是指责，虽然有很多英语系的管理员或者是创作者都对此保持沉默，但是也有一些像 Apocalypse 这样子的英语系创作者完全是公开支持 Velociraptor 的。他也是有为这一场 KVK 做出一些评价啦，就比方说像2489他觉得很弱，或者是说太过于追求策略，他们在区域5的时候遇到 Velociraptor 阵营很快就放弃并且投降了，但也有可能是保存实力，好在 Kingsland 的时候可以打得更久。那我不确定他自己本人有没有去看数据之类的啊，其实看数据也知道2489是整个地图上最弱的阵营啊，所以他讲弱是很正常很对的，并且我个人是觉得说2489放弃是因为关卡4其实并不是很重要，或许他是觉得说太早放弃害到他没有办法可以拿到更高的击杀之类的吧。至于王国2359跟2381也是同样表现得非常软弱，完全没有办法去抵抗1093，他给予1093的评价非常的高，虽然敌方可能看似很强大或者是人数很多，但是1093是整个游戏中组织力管理能力第一或者是古老的王国，那这个也是大家认可的，因为93他们就是管理能力太强了，所以他们才会变成最后一个拥有2个联盟的王国，虽然现在也是变成1个联盟了啦。他们的防守能力简直是疯狂并且简单完美，能够把战线拉扯到他们想要的任何时间。他个人推测这场 KVK 的战局就是70%比30%啦，优势完全是在他们这一边，最终结果将会和上次一样由他们获胜。至于会不会这样子，我个人就不清楚啊，因为我觉得还是需要看实际2359跟3308他们对战之后的表现怎么样。如果2359真的打不过3308的话，那这场 KVK 真的有很大可能3308会获胜。最后还有分享个人的目标对游戏现状的看法，他就说这一次 KVK 他的目的就是个人击杀最少要3000万，并且要成为游戏之中第一个突破2亿的玩家，但是他这里所指的最低3000万击杀还有2亿的分数，我不确定是不是讲击杀还是讲什么部分，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的翻译是30 million coffee 是什么东西？咖啡，要喝30 million 的咖啡这个也不可能吧。那反正我个人听下来是要突破一些记录啦，相信是击杀记录。有询问这个游戏是否走向死亡，那他个人认为是说万国觉醒还没有走向死亡，虽然不是像巅峰时期，但是官方正在重新调整游戏规则，随着新的规则推行，依旧还是有大量玩家加入这个游戏，游戏依旧还是很有活力的，并且他是直接公开的表示他100%支持代打的存在，因为如果你是在顶 A 或者是 S 加等级的 KVK 中要玩的开心的话，你的账号就必须要24小时在线，没有人能够不睡觉去操作自己的账号24小时，如果没有代打的话，这些顶上的 KVK 就会很像 CD 主王国的 KVK 这样子一样无聊，打2-3个小时可能就已经决定胜负了，后面几十天全部都是会变成无聊的日子。还有对一些黑粉呛说他完全不在乎黑粉，你们越是恨我就表示说我越成功，他就是以你们的恐惧当为食料，不喜欢他风格的人最好闭上眼睛盖着耳朵，因为他会继续的疯狂下去。还有提到 Mr. Hope 跟沃莱恩账号出事的事情啦，就有威胁莉莉丝说如果不解封他就会不再从前的这个八卦。那 Velociraptor 就讲这一招太硬核了，并且还有透露到他近期在打造他自己个人的工作室啦，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他自己打游戏的那个环境啊，他讲如果做好了之后他会另外发布一个影片去跟大家分享之类的。那如果有兴趣的观众，你们可以直接关注他的频道，同时间他完成了这个工作室之后他也会开直播跟大家聊天之类的，所以基本上这个主播跟他的访谈就到此为止啊，后面剩下的一些内容呢就是放回之前那首歌里面的一些内容啦，同样的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再去点击他的频道听。各位观众看了这些音乐或者是影片采访之后，应该会觉得很好奇，说为什么他一直要强调英语系的玩家、美国或者是英国的玩家呢？那如果你们注意看他这个影片的封面，大概就可以知道啦。这里就有说到 Omiach and all other fall before him， 就是说 Omiach 和其他人都会在他面前跪下。而且刚刚你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影片里面呢 ，Omiach 是站在 C， 因为在前不久他最新的影片呢就有讲到关于代打的事情啊，他是
是非常的讨厌代打，说他人生中从来没有用过代打，他也拒绝其他玩家去使用代打，而导致到游戏不公平之类的。那他在影片中其实有提到关于刚刚那个大佬 Velociraptor 他请了代打去他家的这件事情，其中里面他就有吐槽到，如果一些玩家已经作弊到走火入魔到这种程度，要请代打来他们的家，那官方确实是很难阻止这些玩家，或者是防止他们。这个就是反代打系统的一些痛点，逼得这些玩家必须要用这种极端又愚蠢的方式来规避限制。或许是这一段话导致到 Velociraptor 他不开心了，你讲我愚蠢，讲我作弊，又讲他极端之类的，所以他才专门做了一个影片去 diss 这些主播。那其他的主播有没有牵涉在里面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我现在能够搜索到的一些线索就是这些而已。但因为可能刚好 Omiach 他自己的国籍是美国人啊，所以他才会在影片或者是歌里面一直提及到美国人或者是英语系的玩家之类的。那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去看一下 Omiach 的这个影片啊，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说他讲的也有他自己的道理，就是你站在 F2P 和真正玩家的角度去想的话。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代打这件事情呢是很乱水的，就是大家都有自己个人的看法，没有办法是说完全100%谁对谁错。那我个人在看了他这些发布的影片，不管是饶舌的影片还是这个访谈的影片呢，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没有什么看法我纯粹是想要吃瓜而已，因为其实这件事情跟我关系并不是很大，我主要是想要看他骂对方什么东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专门去做一首歌去 diss 其他的玩家其他的主播，而且很正常啦，因为他是大佬，他自己又有用代打，所以他100%支持代打，这个是肯定的。不过我觉得他没有给出一些意见跟官方讲要怎样去改动，主要是因为像他自己所讲的，他的代打都跟他一起住，就算有这些改动也不会影响到他，除非官方又恢复什么16小时8小时的限制，才会影响到他不能在24小时里面打架而已。当然大多数的观众看了这个影片当然会觉得说哇这个大佬非常的嚣张，因为我讲真的，我在之前960遇到的大佬也不少，可能甚至有一些会比他更有钱也说不定，但是真的没有看过像他这样子这么嚣张这么高调的大佬，是直接面对面去怼人家的那一种。那不管怎样呢，也是非常期待他在这一场 KVK 会不会有可能破纪录啊，因为现在看下来呢，他们现在这个击杀是真的有一点疯狂啦。当然我自己本人是不喜欢这样子的环境，但是看他们表演也是不错啦。那么以上就是全服击杀第一的 Velociraptor 他所讲的东西，还有他制作的歌啊、采访之类的。有兴趣的观众记得去点击他的频道，还有主播 Sefa 的频道去看他的采访影片，或者是听那首歌。至于各位看了之后的感想是怎么样的呢？当然因为他们所说的语言不是我所听的语言，还有他的英文翻译也很多都是不正确的，所以如果有一些翻译错误的话，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